2025年8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帖，把印度和俄罗斯并列叫做死亡经济。随后对印度商品加征了50%的关税。然后就在今年2月特朗普打电话给莫迪，管他叫做我最伟大的朋友之一，关税从50%降到了18%，从死亡经济到最伟大的朋友只用了半年。但更梦幻的还是印度自己，几乎同一时间，印度官方调整了 GDP 的统计基准，增速上调到了7.6%，全球最快。但名义 GDP 总量反而缩水了12万亿卢比，大约1400亿美元，就这么凭空蒸发了。特朗普说印度是死亡经济，印度用7.6%的增速反击，可自己一换算法，又把自己的经济缩小了一圈。所以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大家好，我是小李，今天我们就来精调一下印度经济，看看这个总被大家喊作奇葩的国度是如何成长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刚刚又滑到第6了。让我们拆开这个增长冠军的奖杯，内里为何是大而不富、学而不用、来而不留的3大错位？最后再看看生活在印度的普通人又有着什么样的真实体感。要看印度经济的起点，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印度建国前。独立前期的印度已经被殖民经济抽干了血液，那时候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2岁，识字率不到12%，90%的人口困在农村，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1947年，英国在2战中耗尽气力，选择撤出印度。一个叫尼赫鲁的男人在甘地的钦点下，成为了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出身克什米尔婆罗门家庭，是妥妥的在伦敦喝着香槟长大的贵族少爷。但他亲眼见过英国的殖民机器是如何运作的。东印度公司先来做生意，然后架大炮，最后变成了主人。另一方面，1929年大萧条刚过不久，自由市场的信誉在全球范围内跌到了谷底。所以尼赫鲁清晰地选择了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高关税保护本地产业，要政府主导重工业投资，外资则是严格限制进入。这个选择保护了印度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门关了，屋子里面却乱成了一锅粥。用我们常用的 AKL 模型来看，当时的印度属于3项全锁。先看 K， 外资进不来，但这是尼赫鲁主动选的。问题是本土资本也没发展起来。尼赫鲁搞了一套叫许可证统治的管理体系，你在印度开个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全部都要政府审批。一个许可排半年，中间还得打点各路官僚。这套制度原本是想让政府统筹资源，规范私营企业，结果反而催生了低效、腐败和经济停滞。再看 L， 印度独立几十年了，但土地始终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大量农民困在碎片化的小块土地上，土地没有释放农民，许可证制度又没有造出足够的工厂来接住他们，所以劳动力被死死锁在了农田。最后再看看让人扼腕的 A， 印度确实搞出了原子弹和卫星，但这些大科学项目全部封锁在国家实验室里，和民间企业完全隔离。就算有人搞出了新技术，想变成产品，在许可证制度下，开厂要审，扩产要审，定价要审，技术根本就没有落地的土壤，所以印度的3个角都没支撑起来。在建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印度的 GDP 年均增长只有3.5%左右，发展非常缓慢，甚至越来越慢，还专门被人取了一个印度教徒增长率的词儿来嘲笑他们。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度内部的财政问题开始彻底恶化，进口膨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双双失控。此时又迎来了外部的暴击，一个是海湾战争让油价翻倍，这让重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印度把贸易逆差直接撑爆了。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大量的印度劳工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打工，他们寄回家的外汇是印度的重要收入来源。战争一爆发，直接把侨汇切断了。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苏联解体，当时苏印的双边贸易每年超过50亿美元，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苏联一倒，印度的天彻底塌了。1991年，印度外汇储备只够维持2周进口，国家濒临破产，于是被迫向 IMF 求援。IMF 开出的条件是开放经济，时任财政部长也是后来的总理穆罕默辛格也没什么选择，就顺势推动了3大改革：降关税、放外资、拆管制。这一脚油门效果确实立竿见影，外资涌入，印度的 IT 服务外包产业从零起飞，资本 K 被激活了，顶尖的 IIT 工程师被硅谷批量打包，技术与效率 A 有了出口。印度终于告别了3.5%的增长，爬上了6%到7%的改革红利期。但真正让印度经济在互联网上封神的是2014年上台的纳伦德拉·莫迪。莫迪和尼赫鲁完全是2个极端，尼赫鲁是剑桥喝香槟的贵族，莫迪是火车站卖茶的小哥，别人嘲笑他就是个茶瓦拉卖茶佬，但他反手就把这句话做成竞选口号。没错，我就是卖茶的，所以我才懂底层的苦。
莫迪上台后的手段极其生猛。2016年废钞令一夜之间全国86%的纸币作废。2017年强推 GST 统一税制，再搞 Made in India 印度制造，正好又叠加上了全球供应链重组的风口，印度的 GDP 一路狂飙。2024年超越了曾经的宗主国英国，成为了全球第5，甚至差点就把日本也挤了下去。不过魔幻的是，今年2月印度官方偷偷换了个统计基准 ，GDP 瞬间缩水12万卢比，超日的剧本暂时又搁浅了。在不考虑统计口径的前提下，印度这些账面数字确实很漂亮，可以说印度已经是全球的增长冠军了。但接下来跳到我们视频的真正主题，这个冠军的奖杯到底有多少是实心的，多少是空心的？之前我们用 AKL 拆过欧洲的衰退，今天我们用投影把尺子量印度，你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3个变量看起来全是满分，但拆开往里一看，怎么和看起来都对不上。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印度的3大错位。刚才我们提到，印度政府特别喜欢对外输出体量的叙事，比如2025年底，莫迪政府高调宣布 GDP 超越日本，全球第4。但即使假设真的超过了，日本的人均收入是36000美元，印度是刚过3000美元，整整差了12倍。除了人均低还需要凑近点看看，这14亿人到底在怎么谋生。印度有将近85%的劳动力是在非正式企业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甚至没有最低工资保障。在这些非正式工人里，只有不到1/10的人月收入能超过1万卢比，大概相当于850块人民币。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每天需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印度每年因工伤死亡的人数高达4.8万，也是全球最高。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几亿人被困在这种状态里走不出来呢？答案是，印度的经济结构缺了一层楼。正常国家的发展路径是从1楼的农业爬到2楼的制造业，再升到3楼的服务业。但印度是直接从1楼跳到了3楼，从种地直接跳到了写代码。中间的制造业，那个本该承载大量普通劳动力的楼层呢，几乎是空的。为什么不造2楼？是不喜欢吗？其实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遗留问题，长期推行的许可证管制、土地征收的困难，加之印度的基建做得不太好，导致现在电力不稳定，公路港口也不太够用，每一个都是制造业的硬伤。而恰好这时候互联网浪潮又来了，印度发现自己有大量会说英语的人口和 IIT 培养的工程师，做 IT 外包不需要征地，不需要建工厂，不需要修公路，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接活，资本和人才自然涌向了阻力最小的那条路。所以印度不是选择跳过制造业，而是被现实推着直接上了3楼。但制造业为何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是那部把所有人带上更高楼的电梯，它不需要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初中高中学历，培训一下就能上产线。比如越南，还有孟加拉国。说到孟加拉国，这里有一个很讽刺的对比。孟加拉国的人口只有印度的1/10，人均 GDP 曾经比印度还低，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但他做对了一件事儿，是让女性走进服装工厂。今天孟加拉的成衣业雇了超过400万工人，其中75%是女性。H&M、Zara、Gap 这些快消品牌，70%的衣服是从孟加拉国产出的，整个国家的贫困率也因此大幅下降。孟加拉的服装出口额甚至一度超越了印度，而印度女性对 GDP 的贡献只有18%，又是全球最低的那一档。制造业的缺位不只影响印度女性，也把年轻人逼进了死角。印度15到25岁毕业生的失业率接近40%，只有不到7%的男性毕业生能在1年内找到正式工作，更别说女性了。但同一时间，工厂那边还在喊招不到技术工人，毕业生过剩和技工短缺同时存在。问题就出在中间那层制造业的楼没建起来。这种错位在印度催生了一些很魔幻的场景，比如印度的北方邦警察局招聘了62个信差岗位，最低学历要求是小学5年级，月薪2万卢比，大概是1700块人民币。唯一的技能要求是会骑自行车。结果收到了93500份申请，里面呢有3700个博士，28000个硕士，5万个本科生。另一边呢，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有一个叫科塔的小城，每年有20多万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涌过来，挤在出租屋里全职备考 IIT 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周边呢也围绕这些考试形成了一个年收入几千亿卢比的补习产业链。压力大到什么程度？2023年，这座城市记录了至少26起学生自杀事件。印度的14亿人口听起来是金矿，但硕博在竞聘清洁工，最有活力的年轻人挤在科塔的出租屋里刷题，人多但用不好，这是第一层错位。而用不好从来不是因为人不聪明，而是最聪明的那批人正在替别人打工。2023年，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 成功把探测器送上了月球南极，全世界都在为之鼓掌。但完成这项壮举的 ISRO 科学家入职月薪大约是56000卢比，折合人民币不到5000块。
同一个人如果买张机票去硅谷，做同样领域的工程师，年薪起步是15万美元，是在 ISR 的10倍以上。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印度大名鼎鼎的理工学院 IIT 每年录取率是1.2%，比哈佛、MIT 还低，能考进去的都是最聪明的大脑。但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数据 ，IIT 顶级毕业生中至少1/3最终移居海外，原因就是我们刚算过的账。IIT 毕业生在印度的起薪大约是3到4万美元，去硅谷是15万美元起步，整整5倍的差距。而且不只是工资，印度全国的研发投入只占 GDP 的0.64%，美国3.39%，中国2.68%。你想做前沿研究，但在印度预算少、设备旧、审批慢。硅谷那边呢，谷歌、Meta、OpenAI 的实验室敞开大门，资源和平台差了好几个量级。结果就是谷歌的 CEO 皮查伊 IIT 出身，微软的 CEO 纳德拉印度裔，Adobe、IBM 的 CEO 也是印度人。听起来让人骄傲，但他们创造的每一分价值都算在了美国的 GDP 里。那留在印度的人才在做什么呢？让我们来到班加罗尔，这里号称亚洲硅谷。Infosys、TCS、Wipro 这些印度 IT 巨头听起来很响亮，但他们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什么？如果屏幕前的你曾经被印度客服折磨过，我想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没错，就是外包。美国公司不想自己做的编程、测试、系统维护，外包给印度更便宜的工程师来干，不需要太多技术的客服岗位，找一个会英语的印度人就行。而这些印度工程师帮别人写了20年代码，核心技术、核心产品、核心利润全在甲方手里。越南也是从低端代工起步的，但他做到了一件印度没做到的事。耐克和阿迪达斯把工厂搬到越南之后，不只是让女工缝鞋子，他们同时带来了供应链管理体系和技术转移。到现在，越南的纺织工厂90%用上了自动化织机，它从帮别人缝升级成了自己能织。印度呢，大家都知道 iPhone 确实开始在印度组装了，出口也增长了10倍。但你把手机拆开看，第一，核心零件还是从中国进口的。2024到2025年，印度的对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第二，还是因为基建差，印度的卡车日均只跑300公里，而全球标准是500到800公里，40%的卡车是空载运行，铁路货运量只有中国的1/4，全国至今没有1公里高铁通车。第三，也是老毛病了，做一个土地征收能拖上好几年。莫迪在2017年启动的孟买到艾哈迈迪巴德高铁项目，光征地就拖了6年多，全线通车现在推到了2029年，比原计划晚了整整7年。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因为 AI 的快速发展，连脑力代工这条路现在也开始被堵了。以前一家美国公司需要5个印度工程师做的代码测试，现在一个 AI 编程工具就能干同样的活儿。印度最赚钱的行业，可能恰恰是最先被 AI 替代的。最近2年Infosys 和 Wipro 的招聘速度也已经明显放缓。印度能把火箭送上天，但送火箭上天的人月薪不到5000，一半精英出口到了硅谷，留下的在做没有核心技术的代码代工，而这碗饭正在被 AI 端走，人才留不住，技术落不了地，这是第2层错位。那第3层，我们来看看资本。全世界都在说下一个10年要投印度，钱确实来了，但来了以后发生了什么呢？打开这2年华尔街的投行报告，总能看到那一句话：梭哈印度 ，India is the next big thing。数据看起来也支持这个判断。2025到26财年前9个月，印度外资总流入是73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2%。莫迪每次去达沃斯论坛都能签后一堆几百亿的投资意向书，但总流入和净流入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印度，外资的命运大致有3种走向。第一种，套现走人，全球的私募和风投在印度的策略越来越清晰。投钱进去，催起 IPO， 然后在股市高点套现，把钱换成美元带走。2025年，印度 PVC 推出规模达到了329亿美元，同比增长17%。钱进来的时候，报表上写的是外资流入；走的时候叫资本回流。一进一出之间，报表上只留下了总流入创新高的漂亮数字。第2种是被税务环境吓跑，这是印度在国际投资圈里最出名的特色。讲2个具体的事儿，你就明白了。2007年，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花了110亿美元收购和记黄埔在印度的资产，交易完成后，印度税务局追上来要20亿美元的税，沃达丰不服，一路打到最高法院，赢了。按理说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印度政府做了一件让全世界投资人都没想到的事儿，他直接修改了国家税法，而且追溯生效，把沃达丰重新拉回来征税。这场官司打了10多年，沃达丰后来在国际仲裁中又打赢了，印度政府这才在2021年废除这条法律，退还了800多亿卢比。但10多年的折腾已经把沃达丰从印度电信市场的领先者耗成了一个挣扎求生的边缘玩家。第2个案例离现在更近，2025年3月，三星被印度政府追缴了6.01亿美元的税款，差不多是三星那年在印度
全部利润的2/3，理由是税务官认为三星错误归类了进口电信设备。你看，沃达丰、三星、谷歌、亚马逊、小米外企在印度反复碰到类似的事儿，投资圈因此流传着一句话，说印度是外资的坟场。那第三种走向更无奈了，是被印度的货币汇率给稀释掉。2025年，印度卢比是亚洲最弱的货币，突破了90对1美元的关口。你在印度辛苦经营1年，赚了10%的卢比回报，汇率亏掉了5%，实际收益打了对折。那你看这3种情况叠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呢？2024到25财年，外资进来810亿美元，但撤走加上印度企业出海投了807亿，真正留在印度的外资只剩3.53亿美元，比上年暴跌了96.5%，连续6个月流出的比流入的多。同一时期，经济体量只有印度1/10的邻居越南和印尼，他们的外资流入规模已经和印度在同一量级。虽然印度储备银行 RBI 说这是市场成熟的标志，但连续多月资金净流出，外资撤回创10年新高，超级富豪加速外迁，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单纯的好消息。到了2026年初，莫迪政府开始在外交上密集补救，和欧盟签了谈了将近20年的自贸协定，被双方称为 The Mother of All Deals 交易之母。1周后又跟美国谈下了关税从50%降到18%的协议，看起来像是外交胜利，但底层的逻辑其实还是被逼的。之前被美国打上了50%的关税，是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里最高的，又被墨西哥追加了非 FTA 国家的关税，部分行业的出口直接暴跌了70%。为了让美国松手，印度甚至承诺不再购买俄罗斯石油，但俄油占印度石油进口量的1/3，每天150万桶，说停就停，谈何容易？投行们的报告上写的是梭哈印度，但用真金白银投票的资本却讲了另一个故事。前面几章我们讲的都是宏观层面的数据，现在把镜头降下来，看看在全球增长最快的这个标签之下，普通印度人的日子到底怎么过。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经济真的增速全球第一，印度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钱包变鼓才对。但2025年的数据是这样的，我们前面提到的占印度人口85%以上的非正式工人，从2016年至今，口掉物价上涨，实际工资增长几乎等于0。更让人吃惊的是另一个数字，印度的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是日薪176卢比，大约是15块人民币。从2017年到现在，印度的 GDP 在这8年里涨将近50%，最低工资却1分没加。2019年，政府请了一个专家小组，提议把最低日薪提到375卢比，报告交上去了，到现在也还没落地。与此同时，老百姓的菜篮子却在涨价。印度88%的石油依赖进口，中东局势一紧张，油价一涨，液化气品也跟着涨，运输成本更跟着涨，最后全部都传导到了菜市场，工资不动，物价在跑。然而同一时期，印度金字塔顶端发生了什么呢？根据2025年世界不平等报告的数据，印度最富的1%人口掌握了全国超过40%的财富，最富的10%拿走了将近60%的国民收入，而且这个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速拉大。印度有个金融问责中心，它在2026年的报告呢，追踪了2019年到2025年这6年的变化。安巴尼家族的财富增长了153%，从3.6万亿卢比涨到了9.15万亿。阿达尼家族更夸张，增长了625%。5大家族的财富合计增长了400%。与此同时，底层50%的人口财富份额从6.8%降到了6.4%，不断被挤压缩水。这份报告甚至提出，印度目前的贫富差距水平已经可以和英国殖民时期相提并论了。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到的尼赫鲁，英国东印度公司吗？这句话仿佛一句回旋镖，扎进了印度那美丽的增长数据之中。顶层在加速致富，而底层却在借钱。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的债务。印度普通家庭的债务总额从2019年的70万亿卢比涨到了2025年的137万亿卢比，6年翻了将近1倍。印度央行的数据显示，家庭负债的增速是资产增速的2倍。而更关键的是，这些钱借去干什么了？如果是借来买房、办厂、供孩子上学，那叫投资，将来有回报。但印度的情况不是这样的，超过55%的新增家庭借贷是信用卡透支、个人消费和黄金抵押贷款，用来支付日常开销，也就是买菜、交电费、看病。而这其中最特殊的数据就是黄金抵押贷款，因为你要知道，黄金在印度不是一种投资品，它是婚礼嫁妆，是节日赠礼，是很多家庭从女儿出生起就开始攒的压箱底的最后保障。而现在，印度央行的数据显示，黄金抵押贷款在2年内翻了1倍，增长将近122%，大部分贷款金额低于25万卢比，就是不到2万人民币。所以这是印度老百姓在典当压箱底的宝贝，来维持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看，所谓7.6%的增速，纸面上全球前5的 GDP， 对一个月薪2-3万卢比，每天在孟买火车上挤2个小时的普通印度人来说，可能就是手机上划过去的一条新闻，然后他关掉手机继续挤。当然，印度走到今天，背后还有比制度更深的东西，种姓、文化、历史惯性，每一个都值得我们单独拆开讲，这个我们找机会另一期再聊。之前小李用 AKL 的尺子量了欧洲的问题是曾经的3项全能，如今全部退化。今天我们用同一把尺子量完印度，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症状，3个角看起来全是满分，14亿人口，全球资本蜂拥而至， IT 和班加罗尔的天才遍布硅谷，但拆开每一项里面都是错位的。人多但没用对地方，有才但果实结在别人的树上，钱来了但是留不住。欧洲是曾经辉煌过，现在老了；印度是看起来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还没有真正转化成经济的肌肉。不过话说回来，人口、天才和全球资本的兴趣都摆在那里，我们可以静观其变，看看10年之后，印度是真的变成下一个奇迹，还是永远停在了即将成为下一个奇迹？这也可能是未来全球经济最大的悬念之一。所以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大家好，我是小丽，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记得点赞、评论、收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